也就是说肩的朝向是这样的，你看肩胛骨的朝向、关节鱼的朝向、关节鱼和肱骨形成的这种肩关节的朝向，再到最后裹上肌肉，这个就是肩头的朝向。我们这样就很好理解它为什么是肩不是朝着侧面的了吧？好像去年的时候直播过一次讲评作业，然后顺便解答一下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话，我是想用大概7节课的时间，把整个人体结构大概捋一遍，梳理一下这个系统。这个应用人体结构其实还是众多绘画的基础当中难度最高的一块。我其实是从小学的时候开始学的画画，然后学的国画，后来学的素描。从初中的时候开始，是对人体结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画那种肌肉爆炸的人，然后开始了人体的研究。其实呢，一路走下来到现在，我一直都没有停过对人体的探索，完全是为了服务于艺术和艺术创作的。那么，应用人体结构，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课题，它是一个独立的板块，它既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美术类型来学习，就是专门画人体，但它也可以呢为创作而做准备。比如说我创作的一幅作品里面，有涉及到需要画人的地方。总之呢，应用人体结构它是一个比较庞大、比较复杂的一门学科。在以往有这样的一个误区，把应用人体结构和解剖画了等号，这个是错误的。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对人体结构的认识就有这样的一个误区觉得人体结构就是人体解剖，那么背了很多的骨骼、肌肉，记住了很多的骨骼肌肉，还是在画画的时候还是用不出来。在观察人体的时候，看到的人体和记忆中的解剖结构对应不上，这种问题非常多。我为什么这么清楚？因为我就是这么过来的。因为我曾经呢也是这样的，一开始我也去看很多的解剖书，有应用解剖，还有医学解剖，去记这个骨骼的名字、骨点的名字以及各个肌肉在什么位置叫什么。但是在画起来之后，还是感觉缺东西，对人体的理解可能不那么完全。你画的时候就会很缺东西，你只画出一些概念化的解剖，比如说一些肌肉块，但是呢，它缺少肌肉的特征。那么人体一活动，肌肉的形状就会改变。那肌肉形状改变了之后，和这种解剖图上的肌肉就对应不上，这种问题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每一块肌肉它的功能，它在绘画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你什么时候用也是不同的。那么没有清晰的这个一个逻辑和一个系统的话，你在画的时候就很有可能运用不上或者应用不到位。这个我也深有体会，我之前也是这么过来的。那么经过多年的深入的探索，逐渐的总结出来，我认为还比较正确的、比较好用的这个课程，那么逐渐把它做出来。其实我这2年呢才开始做这个课程，但是我在前几年就一直在研究，一直在总结。包括我之前看那个央美的有一篇论文，写的是早期，然后央美的教学体系里面的应用解剖，他们大多数是讲的肌肉和骨骼，基本上就是肌肉和骨骼，死记硬背。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呢？在叶楠和孙涛他们去俄罗斯列宾美院留学回来之后，出了一本叫《解构人体》的。那么这本书，就是在当时还是比较好用的，因为它不仅仅只是讲了解剖，它还把那个造型、形体和一些解剖知识的灵活的运用，讲解了进去。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在我国的这个应用人体结构教学领域，算是迈上了一个台阶。我呢不敢说我这个教学呢就把这个再迈一个台阶，我这个不敢说，但是呢我会把我认为我走过的路，我认为最好用、最直接、最见效的东西讲解给大家。我们对解剖的认识应该是这样的：要画好人体结构，解剖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不是全部。然后是形态特征，有了解剖，然后有了形态。那么形态一般指的是某些结构单独它的一个形状、体积、造型特征，那么指的是这个。那么有的时候呢也是指组合的，就是比如说好几块结构组合在一起，它们的形态是这样来理解的啊。然后形态呢也会根据运动产生的形变而变化。所以说我们要认识人体结构更全面，就要从解剖、形态与运动开始。其实在这些都理解完全了之后，我觉得大家再去
归纳和概括体块也是比较容易的，类似于伯里曼那种。目前我对人体的这种基础学习的理解是这样，我觉得这几块是最关键的尤其是前面这几块，把它们都掌握、都理解了之后，把它们再融合到一起，你再去观察人体的时候，你再去表现的时候，很多自然的特征你都能观察到，并且能够表现得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先说一下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今天讲一下肩胸部。那么肩胸部是人体当中比较关键的一块，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体积，并且呢，它也决定人的朝向。在肩胸部里面，最为关键的是胸腔。在肩胸部当中胸腔它造型简单，但是呢，它并没有那么好去画。其实我在最一开始这么去画的时候呢，就逐渐的感觉到胸腔其实是虽然简单，但是呢有一点难度。难度在哪儿呢？有些地方它不好猜。一会儿我们画到人体的时候，再详细的讲解这一块。大家先认识一下胸腔。胸腔是一个卵圆形，类似一个鸡蛋，然后把上面切掉，把下面切掉，它就成了一个胸腔。虽然说理解起来就是说起来比较简单，但实际在运用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技法的。下面我先来画一个胸腔。那么画胸腔怎么去画比较好画？先画一个卵圆形类似一个蛋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概念的，就是去用来理解的，并不是要契合到某一个模特具体的身上的。所以说只要是一个看起来像是蛋的一个形状就 OK， 宽一点短一点都无所谓，只要是这个基本特征具备就可以。对，我在讲人体的时候呢，不光是讲一些肌肉骨骼解剖和体块，不光是讲这些，我是指从绘画的角度和人的与自然的联系的一些角度去解释这个人体结构。这样的话，在大家学起来，在运用起来会更加的顺手，真正的能够用到你的画面里，是帮助你去建立一个体系，去提升你对人体的认知，而不是说就是简简单单的倒给你一些知识。我比较注重这个。好，有一个卵圆形了之后，我们把圆形的上边切掉，切一个倾斜的小圆面。这个大小呢没有特别的规定，这个要自己把控，不要太小，太小的话就是你就是脖子的根部会显得特别细，那么太粗的话，你脖子就会显得特别粗。一个适中的比例，这个需要一定的比例直觉，你有这个感觉。画小了你会感觉不舒服，画大了你也会感觉不舒服，只有画到一个合适的程度，你才会感觉到舒服。这个逐渐就比较像胸腔了。那么我们给它定一个角度，让它朝向这边，这一条就是胸腔上的胸骨。现在我在画的这个边儿是胸廓的下缘，这就是一个卵圆形的胸腔。那么这个呢，我也是默写的，是猜测的，咱们需要一点点基础，也就是最基本的素描基础。你比如说你能够画一个方体，你能够画一个球体，那么你同样也能够画一个有朝向的卵圆形的胸腔，这个题需要一点基础的。好了，有了这个胸腔以后，其实这个胸腔呢，在体表可见的部分，上面这个位置基本上不可见，那么后面呢也不太容易见，它最容易观察的就在胸骨和胸廓下缘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就可以称为我们破案的线索。我们看一下这个模特，我们看一下他的胸腔什么地方最好观察，是不是他胸骨这个位置最好观察？胸骨下面的那个尖端的造型呢是剑突，这个剑突呢不是顶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在体表一般看不到它顶出来，因为胸骨呢在侧面去观察它是略微带点弧度的，然后剑突是在里边的，我们一般看到呢是外观是这样的，所以说看不到它顶出来，所以说这个箭头呢这个尖的头呢，我有的时候会画，有的时候不会画，这个是我们能确定的。我们在观察人体的时候，其实就像是在破案一样，有啥线索咱就用什么线索，把它逐一串联起来，它就能够构成一个人物的整体。有的时候不方便观察这一块，那么一定会有其他
方便观察的地方会冒出来，是这样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这个特别需要经验。一个是掌握大量的基本知识、基础知识，再一个就是多练习、多观察不同的个体，然后去试验、去寻找每一个个体上面的不同线索。然后还有胸腔下端的这个开口，差别是特别大的，不同的个体它的差别是非常的大的。这个就可以根据不同的模特、不同的特征，我们就具体分析。你看这些地方的猜测，我们多一点少一点，只要是这个形状看起来合理就 OK， 大一点小一点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它脖子的宽度，这是脖子的根儿，那么比脖子的根儿呢稍微的小一点，这就是胸腔上边的这个开口。那这样它的胸腔不就被咱们猜出来了吗？就是根据现有的线索，把它的形逐渐的显现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但前提大家要有一定的基础，你能够去画不同角度的这个胸腔。咱们可以怎么去练习呢？可以去默写。比如说你想要一个略微往下倒着的形状，大概齐你能够默写出来，不用绝对的准确。大概齐，这个角度你能够画得出来，或者说再俯视一点的，那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咱默写不需要特别准确，因为什么呢？咱们在观察模特的时候，模特会给咱一些线索，咱们再根据线索去把它画得更加准确就可以。然后咱再说一下胸腔的构成。胸腔的话，它有前面的这里是胸骨，后边这里是胸椎，这是胸椎，然后中间连接的这个是肋骨，肋骨一共有12对儿，前面5对儿是由这个肋软骨直接连到胸腔上，然后剩下的5对儿，它们的肋软骨呢就相互连接连到一起了。上面5对儿，下面5对儿的，最后呢还有2对儿，另外那2对儿呢属于腹肋，它们是游离的一端和胸椎相连，另一端不和任何地方相连。杨丽萍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她跳孔雀舞，为了让她的姿态能够更加的超越极限，她就把就是最下面的这个腹肋给取掉了。这样的话，她在活动的时候呢，她的腰在产生这种扭动的时候，就会产生更大的角度。这个是胸腔的一个基本构成。那胸腔呢，它是一个上窄下宽的一个腔体。如果从横断面来看的话，它是一个略微扁的这样的一个造型。现在咱们在讲的就是它的形态，解剖和形态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它们是相关联的。咱们了解了解剖之后，咱们再了解一下它的形态特征，也就是说它上窄下宽，中间略扁，从侧面看略倾斜，这都是它的基本特征。那么这里是一个右视图，胸腔下面的最低点，胸腔下称为胸腔下端点，一般就是它腹肋下面的那个头，那个结束点。然后它肋骨的话呢，有一个呈扇形放射状的趋势，就是猪身上的那个排骨。然后这个地方为什么是往里凹的呢？因为这个位置它还有2条非常强壮的肌肉在人体的背部，在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那么咱们暂时先不讲它，先告诉你它的骨骼的这一块骨骼的结构。这一块就是胸椎的横断面，这胸椎和肋骨之间它有2个接触点，就这样连到一起的。那么太具体的东西呢，咱们在这个直播里面就不去细讲，这个在任何的解剖书里面都能够找得到的咱就不讲太多，咱们就多讲一讲找不到的那些知识点，找不到解释的。我曾经在画画的时候，我基本上是翻遍了我能找到的所有的书，所有的有关人体解剖的人体结构的书。当时依然还是有很多问题得不到解答。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是那些书做的不够，它只是单纯的讲了某一个方面，比如说就是解剖。那其实如果说想要理解的更加丰富，就应该像我刚才这样，既给你讲它的形态特征，又给你讲它怎么去用，又给你讲它在人体当中怎么去观察，还要去
了解它是如何的一个构造，这样的你对它的理解就会更加的立体，更加的丰富，你在运用的时候才能更加的自如。然后咱们再说一下胸腔的正面，基本上是一个上窄下宽的一个形状就 OK。前面的这个低点比后面的这个低点要高一些，胸腔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状。那么肋骨呢是从这边绕过来，绕过来，绕过来，然后逐渐的往上，逐渐的往上，它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特征。然后我们说一下肋软骨，上面第一对儿它的趋势有一点往下，第二对儿接近于水平，然后再往下就逐渐的变倾斜，而且呢变长，它是一个外端宽内端窄的一个特征。然后后面几根就是它们之间相互连起来。以上就是胸腔的一些主要特征。那么咱们再去从人体上去观察的时候，最重要观察的就是这个位置，胸骨，这里是胸廓下缘。大部分情况下，在人体当中，这里是比较容易被观察到的。那么在某一些动态下，整个这一片都比较容易观察。还有那个不同的模特啊，不同的模特特征。你像那种比较瘦的或者肌肉比较发达一点的，这些东西都比较好观察。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了那个胸腔的一个基本造型，以及一些形态上面的特征，还有它在人体当中的一个程度，在人体当中的一个重要性，在人体当中它是哪些地方比较好观察。胸腔我们认识了之后，我们再认识一下锁骨。我在讲课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容易反复去强调某一个词或者某一个点。那么大家千万不要觉得那个我说话啰嗦啊，我其实那是把重要的东西，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因为以我的经验来说，我知道很重要，我就会反复的说，反复的强调，让你引起重视，并且呢牢牢的记住它。因为学习呢它不是一遍过的事儿，哪怕是一个简单的胸腔，它也需要你反复的去理解，反复的去记忆，反复的去观察。那么才能够达到一个深入的理解。那么过了这段时间之后，你再去理解这个东西，你再去深入的去理解，你还能够有一些新的体会和感悟的。就是简单的东西也要反复、反反复复，你才能够上升你的一个理解的层次和高度啊。学习就是这样的，其实它不是就是你每一节课都要听一些新的东西，你才能够有所收获。你把一个最基础的最基本的逻辑、最基本的形态特征，不断的深入理解。它就能够提高你的认知，提高你的基本功。胸腔的话，我每一节课都先讲胸腔，每一次，我对这个胸腔都能有一些新的感悟和理解。在学习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某一个地方太简单，然后就疏于对它的深入探究。我在给大家讲东西的时候，不光是给你讲一些知识点，我还给你分享一些我自己的心得体会，我自己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些感悟啊，因为我也是过来人，其实从这一点上面来看，咱们其实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我比你们稍微多走了几步，早出发了几步，那么我就有一些经验给到你们。锁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那么咱们画肩胸部，最重要的是胸腔，其次就是它。它们两个的重要程度不相上下。为什么呢？因为它在人体表面最容易观察，哪怕是体型比较胖的模特，它的锁骨呢，咱们也能看得到。那相比于它其他的结构的话，它的锁骨相对来说会更容易观察一点。两侧的锁骨连起来看，它类似一个弓形，也类似一个自行车把的形状。锁骨与胸腔相连的一端，它是连接到了胸骨柄的这个锁骨切迹。我们先画一个从上面看的啊，从上面看的话，这里是前端与胸骨相连的这块儿，它往侧面走，它是往后走；它往后面走，它往侧面走，它是往后走，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呢，类似一个自行车把，也类似一把弓箭。那么加入角度，我们从这个角度这个3/4的角度来画的话，它大概是这个形状，大概是这个形状。然后咱再看一下这个模特，
它的锁骨头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往后面走，有一点往后绕的这种感觉，虽然比较模糊啊，但是能够看得到。再往后走，然后呢又往外拐，这个地方鼓起来的，这里是肩峰。这边往后走的话，这个锁骨就被盖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手臂抬起来了，它的胸肌呢比较发达，肉比较厚。它抬起来之后呢，这段距离变短了，肉就会堆起来，肉堆起来就会把骨骼遮住，包括那个肩三角肌也是会遮住肩峰，所以它另一侧的骨头咱看不到。虽然看不到，咱能理解到，能理解到就能够猜出来。搞一下它的锁骨。抬起来之后，它的锁骨是往后转，并且呢往后撇的。正常位啊，咱们画一个这个角度，这个角度正常位，它的锁骨如果在这儿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它的锁骨呢，大概其是这样。这就涉及到一点运动的知识点，就是说人在动的时候，每一块都在改变，骨骼的朝向、角度在改变，肌肉的形态、特征在改变，是可以抬起来的。它也可以往后转的，就是这样的转。你在使劲往上抬肩的时候，锁骨后面的这一块呢会抬起来。在它这个角度下呢，它不是往外抬肩啊，它不是往上抬肩，它是往上抬手臂。那手臂往上抬的同时，这个肩会往后转，所以说在这个动态下，它的锁骨并没有上抬多高，是这样的。在平视的角度下，锁骨呢有可能会形成这样的一个造型，一字形，它的弧度可能会不那么明显，但是呢，这个也是个体差异。那么有的我们在正面看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形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形状？可能它的肩膀会偏高一点，特别瘦，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造型。那么这个就是锁骨，锁骨内端的话，它类似一个圆的形状，一个圆形，略微稍微大一点，咱们在人体中也能够看得到，很明显能够看得到这一块。那么它往后走呢，会变扁，而且呢，拐过去之后会略微变方。这个窝产生窝的这个地方，我们一般称之为肩窝。那么肩窝是肩三角肌和胸大肌之间的那个窝，这也是一个体表标记。锁骨是一个骨骼标记，在身体表面非常容易找到的一个形态。然后咱们再来说一下肩峰。肩峰的话，它是肩胛骨上的一个部分，它属于肩胛骨。肩胛骨上面的肩胛岗，肩胛岗外端与锁骨相连的一个部分。那么肩胛骨呢，属于一个游离于胸腔的一个结构，它和胸腔不连接，它只有肩峰的部分和锁骨相连，然后呢又由锁骨和胸腔相连，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肩胛骨在人体当中比较自由，它能活动的范围比较大，我们的手臂才能够做那么多动作，能往前，能往后，能往上，能往下，能往左，能往右，各个角度。这个是肩胛骨的自由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后呢，还有就是肩关节、盂肱，主要是盂肱关节那个地方的这个球窝结构起到了一部分的作用。那么运动的话，一会儿我们也会讲啊。我们先来讲一下肩胛骨。那么肩胛骨呢，在人体当中能观察到的不多。再回到这张图上来，我们第一张图和锁骨外端相连的这一块是肩峰，肩峰呢也是一个体表的骨骼标记，比较明显，它是肩三角肌的一个标界，也就是说从这个位置我们就能够找到肩三角肌上面从哪出来，大概这样。然后这个肩峰呢往后拐啊，它是往下走的，因为我们从后面看呢，肩胛骨是这样的形状，拐过去之后，这里这个位置，箭头指的这个位置是肩峰，然后肩峰呢是与锁骨相连，这里是锁骨。这是右侧的肩胛骨，从后面看，这里是肩胛岗，描黑的地方是肩峰，这个位置是关节盂，现在画这个位置是关节盂。具体的解剖结构呢，咱们可以翻看解剖书，那么在这里就不花费太多的时间去讲这个哪儿都能找到的知识。然后肩胛骨的体表标记是这里。
然后还有肩胛骨的内侧缘、肩胛下角、肩胛上角这一块一般不可见，在体表不可见，因为它被比较厚的肉给遮住了。这里是肩胛骨骨骼标记。然后肩胛骨呢，在人体当中呢，它并不是平行的，它是倾斜的。我们拿它来举例子，我们看中间的这个横截面的图，它是这样倾斜的。肩胛骨会浮在这个胸腔的弧形上面活动，它有一定的活动范围，但是它也有一定的限制，是这样动的。它可以上下，可以前后，就是角度比较广，范围有限制，这就是肩胛骨。这个位置它是这个关节盂，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它有一个小窝，这个窝呢和肱骨头构成了盂肱关节，也就是说肩的朝向是这样的，那肩胛骨的朝向，关节盂的朝向，关节盂和肱骨形成的这种肩关节的朝向，再到最后裹上肌肉，这个就是肩头的朝向。我们这样就很好理解它为什么是肩不是朝着侧面的了吧？我有的时候在逛那个微博啊，或者是小红书啊等等很多的那种平台啊，也有很多人去发一些人体结构的图，当然很多都参差不齐，什么样都有。我就发现有很多出现错误的，他会把肩膀呢朝着侧面的，那么就是这块理解不清楚的。那么我希望大家在我的课程里面，把我讲的每一块都尽量的接近于准确、合理、合适，并且实用，真正的能够帮你理解，运用到你的画面当中。说到这儿呢，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在学人体一定要有耐心，要愿意慢慢的变强。有很多课程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和名头呢？就是多少时间，就是5天、10天、30天，包你学会什么样的，包你达到一个什么程度的，这种的我还是不太喜欢，因为你学的这个东西本身它就是一个涉及知识点巨多，然后体系又相对复杂，然后又没那么好理解的东西，它必然不会说是很快速的就能够掌握到一个什么程度。所以说，允许自己慢慢变强，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也是这么来的啊，我也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才把它解释通的，才把它弄通的，并且在教学过程当中，然后把每一块怎么解释通、解释的明白啊，也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所以一定要能够接受自己慢慢变强啊。刚才讲到肩头的朝向的原因啊，原因找到了，因为肩胛骨的朝向。我们就这样就画出来一个比较准确的胸腔肩胸部分的横截面。其实我们画上去的每一个部分呢，它们之间啊都是有联系的，它决定了我们最终的结果是不是准确。这就在于你能否理解它们各自的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这种内在的联系，这个很关键。我们学人体一定要去理解每一块之间的这种联系，内在的联系。乳房的话呢，它是这样的朝向，它的轴交汇于脊柱这条中线，无论是胸肌还是乳房，它都不是正朝前的，它都不是正朝前的，它是朝向两侧的。因为胸腔前面它也不是完全平的，它的轴线交汇于这里。肩胸部里面的骨骼基本上呢，最主要的就是这些了。我们只要是能够在模特身上观察到这些内容就够了。你像在这个角度，我们只看到肩峰，肩胛骨完全看不到。我们不去猜，或者猜的不是特别准确也没有关系，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去看的是肩三角肌的造型。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右侧的这个模特，它最容易看的是哪儿呢？它两个胸肌之间这一块肯定是胸骨。然后大家看一下下面这一块啊，这一块只能看到腹肌，是不是？它胸腔的下端下半部分，胸腔下缘不是特别好观察，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的身体啊有一点往前弓，缩起来了，前面的这些肌肉呢隆起来了，把胸腔下缘遮挡了一下，胸腔就变得不那么清楚了。
那如果是它要是往后仰的一个状态，胸腔往后仰，腹部前侧的肌肉抻起来，拉扯变薄，这个时候胸腔的下半部分就更容易观察。在不同的动态下、不同的状态下、不同的体态、体貌特征上，它都有所差别。所以这个没有办法说是一下把所有东西都讲全，这个就需要我们在不同的模特身上反复的去观察，反复的去练习，才能够掌握这些经验。它的一个胸腔大概是这个样子，锁骨另一侧的被遮住了，但是呢，我们大概能猜到，怎么猜呢？是有根据的猜，不是瞎猜。我们可以看肩头是从这个位置过来上来，大概到什么位置和它能够相对 ，OK，大概的这个位置是肩峰，那么这个位置就是锁骨外端，再往里走，这样就把它接住了。这个就是透视眼，完全看不到的东西也能够通过一些合理的猜测，把它的逻辑搭建起来。这里是肩峰，这就是从前面的视角能够看到的东西。胸腔，我们是通过能够找到的地方，逐渐的把它找不到的地方给它连接上，通过看到的地方把看不到的地方构建出来。然后呢，咱们再说一下肩胸部的形态，形态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形态是由各个肌肉的组合构成的，也是各个肌肉的形态。肌肉它是啥呢？它是一个有弹性的软组织，中间的这个部分呢称为肌腹啊，就是肌肉的腹部，两端是肌腱，肌肉是通过肌腱和骨骼相连的。肌肉大概有这么几个部分，有的时候我们在肌肉比较发达的模特身上能够看到隆起来的肌肉到这里突然截止了，然后有一块平缓的地方，那这个就是它的肌纤维和肌腱的纤维交织的这个地方。把这个肌腹截开，里边呢有一条一条的、一块一块的这种肌束构成，肌束里边呢又有一根一根的肌纤维构成，它是这样的。所以你看那个练的比较强壮呢，它这个肌肉会拉丝儿，就是因为它这个肌纤维比较突出，肌束比较突出。然后肌肉它是有弹性的，它是会变形的，它能够拉长也能够收缩。然后这个肌腱呢，它是没有弹性的，它是比较硬的，它是附着在骨头上的。那么肌腱的结构呢是相互平行的胶原纤维束啊，这个东西呢就稍微听一下就 OK 了。我们身体上大部分都是这种肌肉，这种属于骨骼肌，它需要附着在骨骼上。那么我们头部呢有一些肌肉呢，它跟这个就不一样了，它特征不一样，它属于皮肌，不属于骨骼肌。大致基本上就分为这两种，一个是骨骼肌，一个是皮肌。那么讲到头颈部的时候呢，这个咱们再讲。然后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肩胸部的肌肉，在肩峰下边，大概这个位置是肱骨头，肱骨头。那么在肩胸部里面呢，我们不需要去了解太多肱骨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画个头，下面画个棍儿就 OK 了，就把它表示一下，它是肱骨的上端。我用红色来表示胸大肌的附着点，在锁骨的下边以及胸骨肋骨的这个位置是胸大肌的附着点，是胸大肌的起点，那胸大肌的结束点这个位置，然后把它连接起来，这个就是胸大肌。我们知道胸大肌的附着点，然后把它们相互连接，就能够得到胸大肌的这个造型、这个形状。然后胸大肌的特征，它这个部分比较厚，这个部分的肉呢比较厚，发达的话，然后这个位置比较薄，这个位置比较薄，下边比较厚，上面比较薄。那么厚的这个地方基本上是看不到骨骼的啊，在这个位置基本上看不到骨骼的，除非特别瘦的话，肋骨从这里也能够体现出来。那么即便是肌肉比较发达的这个位置，也有可能显现出来肋骨的形状啊，在这里呢，其实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我们理解到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不光要知道它的解剖，还要了解它的形态特征。上面的这一块连接到锁骨的这个呢叫胸大肌的锁骨部，连接到胸骨的是胸大肌的胸肋部，然后连接到下边的这一块呢，它会跟腹直肌有一些牵扯。
这一块叫胸大肌的腹部，这个稍作了解即可。最重要的是了解它的形态特征。在胸大肌的这边有这样的一个交叉的结构，就像那个折扇一样，扇子的下边这里折叠的，在里边低的在外面高，在里面高的在外面低，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特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看胸肌，它会稍微会有一点上束压着下束，然后再往下压，它会有这样的特征体现在人体的表面。咱们看一下肩三角肌，咱们先来看肩胸部最明显最大的肌肉。肩三角肌上面附着于锁骨，肩峰，再往后到肩胛岗，然后下边大概附着在这里。它的附着点呢，大概在肱骨的1/2处，或者说稍微偏上一点点，大概就在这个位置。这个是肩三角肌。另外一侧的附着点可能就不是特别的清楚，不是特别明显。那这里就把肩三角肌画上了。肩三角肌画上之后呢，它会把胸大肌这个位置遮盖住，那么它和胸大肌之间就构成了这个肩窝。肩三角肌呢，类似一个三角形，它又在肩部，所以说称它为肩三角肌。肩三角肌它是一个倒置的三角形，三角肌分3个部分，前面一块，侧面一块，后面一块。在肌肉发达的人体当中还比较明显，它的肌纤维朝向，前面后面呢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在中间的这个部分呢，它有点别的特征，它属于羽状肌。那什么叫羽状肌呢？也就是它的肌纤维是这种编织型的。当然了，我就不具体去画了，因为这个东西呢，咱们知道你在看到的时候能知道它为什么是那样的就 OK。关于解剖太多的东西，咱不在这个课程里讲，咱们知道基本的解剖，然后再去理解它的形态以及它在人体当中的一个作用，如何去用就够了。手臂咱们假装模拟一个圆柱 ，OK，它的上边可能会抱起来，但是也不会高于锁骨太多。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肌肉太发达了，会把骨骼给遮住。它再往上延伸，因为它附着点就在这儿，它再大的话，它也就是从这儿鼓起来，从这儿鼓起来。然后它上面还有肌肉呢，它不可能是只有一块肌肉单独鼓，上面肌肉也鼓呢，上面肌肉就是斜方肌，它会让骨骼的形状可能会变得不那么明显，两侧的肌肉可能会把骨骼夹成一条凹缝，有可能，但是也有可能是骨骼比较明显，但是它不会太高，不会太高。这是肩三角肌和胸大肌的一个特征。然后颈部这里现在不需要去解释太多它的内在结构，我们就把它理解成一个圆柱，朝前朝上倾斜的一个圆柱就可以。这个圆柱的侧面有2条肌肉，这2条肌肉呢向前向中央延伸，结束于胸骨，它是结束在胸骨上的，那就叫胸锁乳突肌。那么它在乳突端咱们暂时先不考虑，我们只知道它在颈部的侧面就可以了，它构成了颈部侧面的形态。这个是胸锁乳突肌。胸锁乳突肌呢有一点像棒球棒，但是呢它没有棒球棒这么直，它有可能有点弯，有点弧度。这一条是它的主干，比较圆，比较圆的。下面的这个肌腱部分比较清楚，突出体表。那么两侧肌腱中间形成这个凹窝，称为颈窝，也是一个体表标记。那么它还有一段是扁平的，从它下边这里出来，当然它们是连接的，只不过从这个圆柱下面出来，横断线大概是这样。这就是胸锁乳突肌的锁骨段，正负相连和锁骨相连。你看锁骨的上边连着它，连着这个胸锁乳突肌，锁骨的下边连着胸大肌。一根骨头它连接了好多肌肉，然后好多肌肉它都有自己的附着点，在这边就没那么明显，这边就没那么明显。然后从它的颈部的后面，我们还能看到2条扁的柱状肌肉，它往下往前延伸到锁骨上，然后呢，它同时也附着在肩峰上，肩峰的上面就是附着于它，肩峰的下面就附着了肩三角肌，对，这一块就是斜方肌。斜方肌也是蛮重要的一块肌肉的，大家在劳累的时候捏一捏斜方肌会比较放松。它的跨度比较大，上面连接头，下面呢一直会连接到这里是胸椎第12胸椎后边的那个棘突，
在整个后背，好像咱没画过背面啊，背面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咱要记住，斜方肌下端它是连接到这里的。我看有一些画错的解剖图啊，可能会把它画到这个位置上来，这就不太正确，不太科学。咱们不追求绝对的准确，但是一定要合情合理以及符合逻辑。斜方肌的肌纤维呢是这样编织的，它是向内放射的。这里我现在描重加粗的这里就是肩胛岗，肩胛岗从后面看，它不仅是从后往前倾斜的，那么它从下往上也是倾斜的。这个位置箭头指的这个位置就是肩峰，这在体表是很好找的。在这里我们看不清楚哈，这个肌肉的边界没有关系，不要紧，大致的知道它能够在哪儿，然后过去就 OK。肌肉和肌肉之间的这种边界不够清晰没关系，我们可以通过肩窝来确定它们的朝向、它们的方向位置。然后肩三角肌的话，它前束啊分两块，然后呢上面那一块是被下面这块压着的，然后呢又被中间这一块压着的，它的肌纤维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在体表它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小造型特征。当我们了解的知识点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我们再看到人体表面的某些特征，就能够很好的理解了。那你看它现在为什么能够感觉到这里是往里凹的呢？因为胸大肌这个部分呢比较薄，那这块为什么凸出来呢？刚才咱们有说，这里呢是胸小肌啊，胸小肌一共有3束，它是把胸大肌顶出来的，所以它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凹窝。这个胸大肌就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它的厚薄也比较符合咱们刚才讲的特征。那么这一块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手臂抬起来了，抬起来之后呢，胸大肌下面就变得更薄了，厚的地方往上隆起了，然后把它的锁骨遮盖住。这就是运动下肌肉产生的形变。手臂抬起来，从前面去观察肩三角肌也会变小。有的时候画的时候会在这里画几条线，有这种叠压关系，这种穿插关系。原因就是咱们之前讲过这个肌纤维的叠压关系。这个乳突在耳朵后边，那么它的胸锁乳突肌大概就在这里，但是它这个动态头往这边转了，脖子产生了一些拧过去的褶，弱化了结构，这就是动态特征。有时候动态特征会弱化一些结构特征。我们看一下这一个，他低头的这个，他的脖子没有拧，那他胸锁乳突肌下面的这根肌腱就比较明显，胸锁乳突肌下面的这根肌腱还是比较长的，这是肌腹部分，下面非常明显，跃出体表这根小圆柱就是一个肌腱部分。通过我们刚才以上讲的这种胸腔和锁骨啊等等这一系列的结构知识，然后再套到模特里边，我们就能够把模特的结构搭建出来。这个就是有目的性的就把它给画出来了，而不是说仅仅只是照着照片去抄。比如说一张照片摆在这里，那么照片长什么样，就只是照着葫芦画瓢画出来的，你再怎么卖力，它也是缺少理解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带着理解、带着目的性去画，一块一块的把它看清楚、找清楚，把它搭建起来、构建起来，这样的话，我们画出来的你看就非常的有理有据。你看每一块你都能，你看到每一块你都能感觉到它是那么的真实、自然、准确。能看出我画的这个胸腔是哪个角度吗？后侧的3/4。
这里是第七颈椎，第七颈椎呢是颈椎的一部分啊，下面的这里呢才是胸椎，胸椎的棘突，斜方肌的起点到这儿，这是第12个胸椎外面棘突，再往上这个位置它就不连到骨头上了，大概其实是这样的。这里是斜方肌在骨骼上的一个附着点，这个是肩胛骨。目前画面里面粉紫色的这个部分就是斜方肌的所有的附着点，在这个位置呢，它有一块肌腱，类似一个菱形，这个位置有一个小的三角形的肌腱，这个就是斜方肌。然后斜方肌下边的这一块呢，也有一块肌腱，我把肌腱呢画成颜色。以上就是斜方肌。那么就着这个背面啊，咱们再来讲一下肩胸部背边的肌肉。刚才讲过啊，肩胛骨骨骼标记呢，基本上能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点。我把这个肱骨的上面画一下，那些深层的对外形没有影响的看不到的呢，我暂时就不去讲它了。我现在画的这一块是在肩胛冈的下边附着的一大块，这一块叫冈下肌啊，它比较大。然后在这个位置，起点的这个位置，结束点和冈下肌差不多，它们都在肱骨头的上面这一块，这一块叫小圆肌。然后在下边肩胛下角这里有一个柱状的肌肉，这块呢稍微大一点，它是从这里和它们分道扬镳了，它们是从后面附着过去，它从这里绕到了前面，它结束到了前面，这里是大圆肌。对，有的时候我们在看人体的时候，大圆肌没有那么好理解，因为它的形状它不是直的啊，不是直的一条过去。我们看解剖图的话，很多解剖图感觉好像就是直的一根过去，其实你从上面看到它是有弧度的，就是绕过去，从肩胛骨后面，然后绕到了肱骨的前面，有这样的一个造型特征。这个是一个俯视图看，你看冈下肌和小圆肌算是一块儿，然后大圆肌算是一块儿，在它们之间有个缝，肱三头肌是从这个缝中间掏出来的，它在这里是连接到肩胛冈的外缘的，这里是肱三头肌。那么肱三头肌在手臂上，我们再详细去讲，大概其在这里稍微的说一下，它不是咱们本节课的重点。这个部分其实都是被肩三角肌遮盖住的，肩三角肌它的附着点呢在这里，肩胛冈的下缘以及肩峰的外缘。一般肌肉和骨骼连接的这一块呢，都不是肌肉直接挨着骨头的，它们之间都有没有韧性的那个东西，叫肌腱，它们是被肩三角肌包裹住的。我们一般从解剖图里面能够看到这个部分比较多，一般解剖图都会画到这个部分。它们三个就是这三块，它们的去向在这里呢就被肩三角肌给遮盖住了。有的时候就看起来就会感觉它们好像是并列的，或者是往一个方向去的，其实不是这样。而且肩三角肌的话，从后边的这个视角来看会比较大一些，后面看比前面大，它是整个包裹着肩部的，就像肩胛盖在肩膀头上的这种肩胛类型，类似于这个。我现在画的这一块是背阔肌，背阔肌呢是从这个位置出来，它的起点是被斜方肌遮盖住的，在这里包裹住肩胛下角一点，然后从大圆肌下边绕过去，从大圆肌下面绕过去，然后结束到肱骨上。在这里呢不好画啊，我们就大概其交代一下它的去向就可以了。接下来它有一些肌束是连接到肋骨上的，
然后下边的这一块呢是类似于肌腱，裹着的这一块有两个柱形啊，柱形的肌肉呢是竖脊肌、竖脊肌和多裂肌。这个到时候咱们讲到中轴部的时候再讲。在这里我们只去关注它的上半部分就可以了。就是一个背部的解剖，我们从深层到表层，我们把那个肌肉的去向、它的附着点搞清楚了，谁压着谁搞清楚了，我们再去观察模特的时候，我们再去观察人体的时候，它在不同的运动当中，你也能够比较准确的找到每一块肌肉它是怎么发生形变的。我想这些东西你在任何书里面应该是都不会找到的，因为一般书里面它可能只会单独的告诉你如何去画体块，比如说这个东西肩膀我怎么去画，或者说就给你讲解剖这块肌肉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大概都是这样的。我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从实践中来的，既包含解剖，你必须要了解解剖，你要了解肌肉，你要了解它的附着点，你要了解它的形态特征以及它的一个基本功能，它在不同的运动下产生什么样的形变，然后它们整体构成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特征，它们每一块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形态特征，就是把它综合性的在这个运用当中把它解释出来。这样的话理解起来，我们是真的对人体结构去理解，而不是单一的去从某一个知识点去记忆。单独的去记忆某一个知识点是作用不大的，只有把它真正的放到人体当中，放到实践当中，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去理解，这个才是最有帮助的。这个是肩三角肌，正对着镜头。上臂抬起来，肩三角肌看起来短。腋窝的话，它就是一个凹进去的结构，就胸大肌的外侧缘这里和肩三角肌这里形成了一个臂状的结构。其实刚才有一个地方没有说啊，其实这个肩三角肌它的厚度没有太厚，在这个位置呢，鼓出来的地方其实是有一点肱骨头的造型，肱骨把这一块顶起来的一个造型。那么肩三角肌从侧面看啊，从前面看啊，从前面看它的侧面轮廓有可能是这个样子。这里是肩峰，这里是肩三角肌，这个位置呢就里面就被肱骨给顶起来了，肱骨头啊，肱骨头。这个是肩三角肌前面去看特征。我们在默写的时候呢，只关注它的准确，就是它是合理。我们默写的时候就是能够找到它们谁连接谁在哪儿，就合理就好了，行不准也没有关系。那么我再去观察模特真人的时候，再去追求它的准确性。肩峰，肩峰，肱骨头，肱骨，肱骨头，肱骨。胸大肌其实它的所有情况下，它附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的。这是锁骨，这个是胸骨，这里是肱骨，就是它下面这一块结束的位置，大概其就是胸腔下缘开始的这个位置，大概其。这就是胸大肌的一个附着点。肩三角肌把胸大肌在肱骨上的附着点遮盖住。胸锁乳突肌，胸锁乳突肌，胸锁乳突肌这个主要的造型呢是圆柱形，尤其是下面的这个肌腱的部分，突出体表的这个部分，肌腱型，那个圆柱形。另外一个部分呢是扁的啊，它是扁的，在体表呢不是特别容易观察的。在体表形成窝的，那这个地方形成窝，这个地方形成窝，肩窝、颈窝都是重要的体表标记。那么通过这个体表标记呢，我们可以判断出来这个肩三角肌和胸大肌它们的起止点。我们只要能够得到一点儿它这个边界，我们顺着这个边界走向，大概去向，大概的结束点，就能够确定出来这个肌肉的形状。这个道理很好理解啊，就是我一说，大家应该都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那么真正掌握还需要大量的练习。
有了清晰的讲解，再加上大量的练习，你这个没一个学不好，都能够画到像我这样。在这里呢，我再画一下它在体表上的一个形态特征，在这个位置是比较明显的。上去之后，这条边界线，肌肉和肌肉之间的这条线没有那么明显。我们找到这里，确定了这里，中间一连就能够确定。然后呢，它就往这边来，它往这边来，腋窝前臂就出来了，腋窝前臂。咱们日常练习呢，其实工具上没有太多的要求啊，可以在纸上画，可以用各种笔，也可以用平板，可以用 PS，电脑都可以。目前我们在这个 CTalk 上有讲解结构的那个课程，就是把每一个知识点涉及到的每个知识点都给你清晰的讲出来的。做这个的目的主要是想让大家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比较正统的、比较好用的、比较实际的人体结构，因为市面上讲解人体结构的也挺多的。真正的能有用的，我也都有关注啊，好坏呢也不说，但是我就是想做一些更实用的，更实际的，毕竟它也是我多年的心血嘛。行，那么咱们今天本节课的课程呢就到这里。